经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5.0%，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其中，外贸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1万亿元，增速高于外媒预期。但在经济总量和结构性压力，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偏弱、地缘政治冲突、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频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承压。 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1万68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二季度增长4.7%。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其中，3D 打印设备、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品表现亮眼，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1.6%、34.3%、28.9%。 观察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那我们也知道，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是实现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那我们从上半年的这一系列的表现，能够突出看出来，其实我们在高技术产业方面，在技术创新的领域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了，我们的研发强度已经超过了2.64%，其实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在加快发展。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外贸 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1万亿元，达到21.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1%。其中，出口增长6.9%，进口增长5.2%，贸易顺差3.09万亿元，扩大12%。 英国金融时报称，尽管中国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紧张，但贸易仍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一个亮点。香港南华早报认为，今年上半年出口一直是亮点，这将支持中国实现今年5%左右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法新社援引高盛经济学家的观点表示，由于海外需求保持健康，中国产品极具竞争力，未来几个月出口可能会保持强劲。 The export has been beating the market expectation for a few months now. One big driver was the higher demand from the European market. Actually, the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cycle in both Europe and the U.S. has been going up. A few of the major central banks also started to cut interest rates, which is good for China's export.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认为，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加快恢复增长，体现出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发挥的稳定器和发动机作用。 中国作为全球的货物贸易第1大国包括服务贸易的第2大国，在快速的跃升。这个跃升呢，不仅仅是量的增长，更加重要的是质的有效提升。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我们在出口方面其实是体现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的我们的居于核心重要的位置。日经亚洲报道称，在美国持续构筑小院高墙的背景下，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对中国的依赖仍在持续。美国政府2年前限制了最新设备的对华出口，但不受限制的非尖端产品出口增加，面向中国的销售额比例目前达到40%，反而在增加。观察指，这正说明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具有高度互补性。 美国相关的企业和老百姓对中国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或者是一系列的
各个产业链、各个供应链的要求是非常之多的。所以，尽管美国的脱钩断链也好，去风险化也好，还是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近岸化、友岸化，但是依然不能阻挡美国的企业、美国的百姓对于中国的产品、中国的技术的大量进口。另一方面，对于二季度 GDP 增速为4.7%，比一季度的5.3%略有回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分析，从短期来看，有极端天气、雨涝灾害多发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反映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有所增多，特别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等等。但从基本面看，从中长期看，经济稳定运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二季度经济体量超过32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货物进出口总额都超过10万亿元，这些总量指标规模依然十分可观。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尽管官方今年来持续放宽楼市调控，但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仍同比下降10.1%，房地产市场仍处在调整转型过程中，是一大主要因素。Shifting away from investment-driven growth model to a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model, it's actually very hard to do, even though I think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very hard, because over the past 20 year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relied very, very heavily on debt-fueled investment growth model. So basically, in order to shift gear in terms of growth model, you have to allow local governments to have more control over physical resources. For many companies, the restructuring was actually accelerating in Q2. So that has put more constraint on the income that people can use to spend. And also the housing downturn, of course, added more negativity on consumer confidence. 针对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各地区各部门将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围绕扩内需、提信心、惠民生、防风险靠前发力，加快推进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强的政策措施。随着各项政策逐步落实落地，政策效应陆续显现。我们的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23年达到82.5%，那今年我认为依然会达到80%以上。那我们内需外需都是在加快增长的。我们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So China will again enhance its outreach with Belt and Road country, especially with ASEAN country. From their perspective, Europe also desperately need China, and I think that the European views, even in EV and the other new energy, differ from US. So they will work on that. Of course, it's a big challenge. 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那么您对这一数据如何看呢？如何来评估今年 GDP 5%左右增长目标的实现前景？对这个数据我是这样来观察理解的。首先，这个上半年5%的增长目标和年初两会期间定的全年增长5%的这样一个目标是吻合的。因为现在总体来看，这个时间过半，整个任务也是过半的所以说总体来看，这个5%的目标体现了整个中国经济这个增长的这样一个稳定性，这是一个总体的这样一个观察。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结构之下，我个人觉得有很多亮点是可圈可点。例如，在整个这个我们看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数据里面，像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是7.8%，那么其中高科技制造业的这样一个增长值是8.7%，那么这是都明显高于这个整个平均增速，所以这个由此可以看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质量还有结构也在发生一些质的变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之中呢，然后这个传统的工业也在不断的实现转型和升级，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整个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一些亮点，然后符合趋势性的水平。从这个去年以来以及今年上半年整个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这个态势来看，全年实现5%的目标，我个人认为是大概率事件。上半年出口亮眼，增长率达6.9%。那您是如何来看高质量发展对外贸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个人认为这个高质量发展未来对这个出口增长还会发挥非常积极重要的这样一个促进作用。有这样3个角度或者是这个维度可以去理解。第一个就是这个高质量发展
这就决定了我们整个未来的经济的科技含量会更高。那么科技含量更高的话，就决定了我们的未来的出口的这样一个科技含量会更高。那毫无疑问会增加我们的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第一个。第二就是高质量发展就决定了未来我们的这个产品制造和生产会更加精细化。那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我们的产品的质量会更高。那么中国越来越多的相关的中国品牌会越来越多，对世界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第三个就是这个高质量发展就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这个对外出口的这样一个绿色的底色会更足。绿色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要推动节能减排、绿色发展。那么如果未来我们出口的这个产品和服务里面的这个绿色成分越来越足的话，毫无疑问会对这个整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这样一个绿色发展，就是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正向贡献。那么由此也能够推动反向来拉动和促进我们中国的对外的这样一个出口的这样一个发展。